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国产 CSM Fights 腰带变身的时候，底座是会亮灯的呀，就是100多还是太贵了。今天我们来玩国产第9批的 CSM， 黑盒看不出来，需要反应几秒。哦，对，这是巧爷。包装盒很小一个，但是里面的内容物呢还蛮多的，有一个手机、一个底座、一条腰带，还有2个侧扣以及一个背扣。但是能交互的只有一个底座和手机啊，怎么说明书这么大一张？我买的是最简洁的配置，所以说这说明书也是不包含其他配件玩法的。这么多看着就头疼呀。最低配是1张多，不过我又在这基础上升级成了合金腰带，需要2张多。因为合金带子的话手感更好，而且呢不用担心发粘掉漆。这次没有贴贴纸，而且质感表现还行。手外还有一大张贴纸，可以把它贴在你的盒子上。侧扣和背扣都是通过魔术贴来固定在腰带上面的，作用就是收纳相机手电筒，标配没有，所以说只能当成装饰物了。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只看这2样，手机的做工只能说是还凑合。划痕特别的多，透明件效果和里面的细节呢，到时候都有还原出来。银色的漆面有不少的蹭漆，手机的盖子有虚位，电池的盖子也会晃动。底座的话，黑色的渗线溢射很严重，还有的地方给漏涂了。高亮面、消光不同效果呢，到时候都有还原出来。背后也有做出来细节。然后我们来开机，底座带灯，好评。开始玩之前记得把所有的电池都换一遍新的。它一开始就装好电池了，电量很低，会影响很多玩法的正常交互。就说明书这么多字儿，谁能记得住呢？你看一下这么多按键，排列组合下来，这是多少种玩法呀？这应该是假面骑士腰带里面按键最多的了吧？屏幕前的10后可能会感叹，这变身器相当的创新呀！这其实是20年前最常见的翻盖手机。红色这块是它的屏幕，不过玩具它这个屏幕是不会变画面的，所以没有说明书的话，可以按照屏幕的指引完成最基本的玩法。比如第一个按555就是变身。我需要提醒一下，这个手机的音量是特别大的。视频是把原声调低70%的效果，在音量很大的前提下，它这个音质不算很炸。我的评价是勉强能听，只不过耳朵听起来很难受，很疼。可以看到变身的时候底座会亮一下灯，接下来整不回来还得看一遍说明书。比如解除变身就有2种方式，至于它的5回变身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，总共是有5种吧。触发键的话就是侧面一个银色大按钮，变身非变身是2种不同的玩法，你取下手机是不会取消变身状态的，所以你想玩非变身状态的玩法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解除变身。可以看到变身状态下取下手机是会亮灯的，未变身状态下取下手机是不会亮，变身状态下取下手机按这个按钮呢就是解除变身。未变身状态手机玩法还挺多，比如指定3个按键加上呼叫键就是一个台词音效，这种台词呢有几十个。音质还行，能听清楚。如果输的不对的话，就会响起这个音效。指定组合加 Enter 键是效果音效。如果输出的话，会提示 Error， 注意不要乱按，不然变成沙子了，别怪我。上面这个触发键长按之后会模拟来电话，然后按这个蓝色的按钮来接听。一共是有8个场景随机响起，我听了好几个都是出事了，没有一个是好消息。短按井号是按顺序播放6个不同的效果音，短按井号的话是13个不同的音乐。长按的话就是预约，提示几下就是播放第几个 BGM， 松手之后就预约好了，变身的时候就会响起那一个 BGM。 好几个音效一块响，听得我头疼。手相模式的话，看屏幕的指示就行。第一个是单发模式，侧面的银色按钮就是它的扳机，一共是有12枚子弹。没子弹了就会变成这样。279那个就是把子弹补满。另一个是连发模式，按一下会发出3枚子弹，也就是说可以打4发。变身之后玩法的话，首选必杀技，长按领选的不同的音效，一共有4种，响几下就是第几种，响几下取决于你什么时候松手。还有个3821驾驶摩托车的音效，这个时候按 Enter 键还可以发射导弹。这些音效的设置很奇怪，它响着的时候，你如果说按其他的键呢，其他的音效会跟着一起响，会越来越吵。很多音效都是几分钟才会停止，这个时候呢，一般情况下你按这个红色按钮呢是都能够取消掉的。
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国产 Q4SM 假面骑士 Fez 的腰带情况了。它还有很多的玩法需要搭配它的配件玩，比如说这个芯片可以插到其他的配件上面，不过没办法展示。芯片是合金的，手感不错。